以太坊为何弱势？传统金融的资金 ETF 的资金不偏好以太坊吗？以太坊的链上活跃度不足吗？牛市越往后，以太坊和山寨币的机会越大吗？如果你对这些问题感兴趣，请随我看下去。以太坊在过往的周期里面，我们应该在16年的1月就找到底部。那你可以发现呢，根据周期我们都相隔4年。在16年的1月，我们找到底部开始上涨；在20年的1月，我们找到底部开始上涨。不过，我们在这轮牛市呢，并没有按照周期在2024年的1月找到低点。我们在2024年过后呢，汇率依然在持续的下跌。你可以观察呢，我们现在理应在汇率上面开始加速了。我们在过往呢，到了牛市的最后1年的上半年，汇率就会开始加速。我们会很明显的感觉到以太坊开始变得非常强势。你可以观察我们在2017年的1月到6月，汇率就开始疯狂的加速。当汇率加速的时候，你就会明显的感觉到以太坊相对于其他币种走得非常的强势。那我们在2021年也是合乎周期的。我们在2021年的1月到6月呢，汇率也是开始加速。不过我们到了2025年的上半年1月到6月呢，我们在相同的时间，我们并没有开始加速。那么我们根据周期呢，并没有在周期的时间内开始上涨，找到低点。我们也没有在该加速的时候加速。以太坊是出了什么问题呢？以太坊和过往2轮周期的以太坊产生了什么区别？我们还可以观察呢，以太坊的市占率已经来到了非常接近历史新低了。历史新低大概在2019年的年底左右当时大概来到了7个百分点。那我们现在呢，差正已经来到了9个百分点了。我们甚至以太坊的市占率要创出新低。我认为最重要的就是2个原因。第一，传统金融 ETF 的资金对于以太坊是比较不偏好的，即使有上了 ETF， 传统金融的资金还是更愿意往比特币做流动，但以太坊呢，目前是没有我们可以先来观察一下。过去呢，以太坊上市了半年左右以来，它总共流入了31亿8千万的资金流入，大概是32亿的净流入。但是比特币呢，比特币就有407亿美金的净流入单位是100万美元407亿的资金流入在比特币上面，一年有407亿，但是以太坊呢，半年只有32亿左右而已这相差之大不过比特币和以太坊之间呢，我们必须要调整一下，因为以太坊只有半年的数据，我们可以拉长到1年，然后来平均做计算。而且以太坊的市值呢，也只有比特币的1/4，甚至更少一点那我们经过了一番计算过后呢，我们可以发现ETF 流入资金的力道对于比特币的上涨力度是以太坊的 1.6 倍。那你就可以很明确的感觉出 ETF 的偏好程度并且流入的资金呢，对于比特币所形成的上涨力度是远大于以太坊的。那么在我们这轮牛市里面，传统金融流入的资金就会非常关键当比特币和以太坊市值被拉起来之后，原本的散户的资金已经不够拉涨盘面了，我们需要有传统金融的资金。我们还可以把 ETF 每一天呢来分开做比较。我们分了2张图表我们可以先来观察过去呢，我们但凡要有多头走势，我们就会配合 ETF 资金的流入，有传统金融的资金，比特币、以太坊它可以上涨的非常顺畅我们在过往呢，但凡比特币和以太坊通过 ETF 之后产生出多头走势，我们都有连续的流入潮。那你可以观察呢，比特币目前的流入潮呢，产生了2波，而且这2波它的时间都比以太坊要来得更长一点。以太坊不过只产生了19天的流入潮，不过比特币有21天35天，产生了2波。而且呢，比特币巨量流入的天数呢，也要远远比以太坊要来得更多那我们可以从流入的状况就可以明显知道传统金融依然是比较偏好比特币的。如果说以太坊在未来资金流入方面呢，并没有做改变，那么以太坊的弱势呢，就会持续下去因为在过往呢，
资金流入到比特币和以太坊的程度呢，并不会相差到太多，而且以太坊甚至到了牛市后期可以吸收更多的资金。那么我们现在呢，可以直接从 ETF 的资金走向来看，如果 ETF 的走向偏好并没有被改变的话，那么以太坊就还会持续弱势下去。最后我们再来观察 ETF 的另外一种比较方式啊，如果我们把同一个标准线对于比特币6亿美金流入所形成的上涨力道，相当于 1.5 亿美金流入对于以太坊的上涨力道，所以这两条线呢，它的基准是相同的。那我们可以观察呢，比特币有在6亿美金以上的天数就来到了30天，不过以太坊呢只有11天很明显是要远低于比特币的。那如果你对这些交易机会感兴趣的话，非常欢迎你可以点击影片下方的 Bybit 链接，现在只要 KYC 入金100美金就送你500美金的仓位，比特币或以太坊的仓位。你开仓之后呢，如果你有盈利，你可以直接提币走，完全没有任何问题，因为它是赠送现金。那我们再来观察第二个理由，也就是链上的活跃度。我们可以从链上活跃度呢来判断一个币种它的热度如何。你可以观察图表当中呢，白色线显示的是比特币的价格，而紫色线呢显示的是比特币的市值除以转账数量也就是当紫色的数值过高的时候，就代表比特币增长的速度要远高过它链上活跃的程度。那当紫色线比较低的时候，就代表比特币市值的增长呢和链上活跃度之间，链上活跃度是比较充沛的，也就是市值的增长它并没有成长的过快。那你可以观察，如果说比特币的紫色线它到达了比较顶部的区域的时候，也就是市值的增长要远高过链上活跃度的增长，那么价格呢就会出现修正那这个指标呢，我们移动到山寨币上面也是正确的我们可以先来观察一下瑞波币。瑞波币在最近的表现呢非常的优秀。那么瑞波币呢，也在去年12月的时候，2024年12月的时候，正式发行了瑞波币的稳定币，在瑞波链上面呢，疯狂的产生转账，疯狂的有链上活跃度，而且 RLUSD 瑞波币所发行的稳定币呢，目前已经俨然成为第3大的稳定币。你可以发现瑞波链上面的活跃度很高，那么和瑞波币开始转强势的时间点呢，也几乎可以说是重合的而且我们可以观察，这轮牛市呢，对于前几名山寨币来说，最大的赢家就是 Solana。那它的链上活跃度也是很足够的因为 Solana 上面可以发非常多迷因币，而且这些迷因币呢，在我们这轮牛市曾经带给我们很多次的热潮。前一阵子的川普币，还有前面更多。你可以观察呢，紫色线代表的就是 Solana 的链上活跃度，每个小时Solana 链上面活跃的地址就来到83万2千个。因为在 Solana 的链上呢，大家会拿 Solana 然后去买迷因币做智能合约等等的一些操作。那 Solana 的生态呢，是有很多人在使用的。当有很多人在这个生态里面使用的时候，那这个生态呢，它才会变得有价值那 Solana 的生态活跃呢，和 Solana 价格的增长，我相信是有很直接的关系的。那么以太坊呢，没错它的活跃度就是下面这根蓝色的线。以太坊每小时活跃的地址仅仅只有3万1千个 ，Solana 可有83万个Solana 活跃的地址数呢，每小时是以太坊的26倍。那在过往几轮牛市呢，以太坊链上都有产生出很多次的热潮、热度，它的链上活跃度都是很够的。像在2017年，我们有 ICO 的热潮就有点像现在的 Solana， 当时有非常多的新的币种，非常多新的生态在开展、在建设。那到了2021年，我们当时有 DeFi， 我们当时有 NFT， 也在以太坊的链上活跃度呢，形成了很棒的热潮不过我们在目前的2025年呢，我们并没有在以太坊上面看到有什么热潮，那链上活跃度呢，也一样没有起来那最后呢，我们还是必须说，我个人其实也持有非常大仓位比例的以太坊以太坊是仅次于我
比特币的仓位，而且我也只有这2个币种啊。对于现货来说，我目前呢依然坚定的持有，我从底部拿上，已经拿了2年多了。以太坊最近确实让我持有的非常辛苦，不过呢，我们最后有可能苦尽甘来，只要这2个方向呢，它有被改变。第一是传统金融资金的偏好，第二就是热度、链上活跃度。而且到了牛市的后期呢，越往后，以太坊和山寨币的机会也就会越大。我们可以来观察这个是山寨币的发展图。从过往比特币的周期，在2017年，在2021年，我们可以观察到资金是有偏向，而且它是会慢慢轮动的，会从比特币、以太坊到大市值的山寨币，最终到中小型市值的山寨币。其实这个图的轮动呢，它就是散户的轮动因为对于机构来说呢，他们只偏好比特币他们几乎不太碰以太坊和山寨币的，非常非常少那对于 ETF 的资金来说呢，只有比特币和以太坊有资金流入的管道，其他的山寨币甚至连 ETF 都没有那么山寨币和以太坊呢，就会非常需要散户的资金，或者说散户的资金呢，对于以太坊和山寨币也会起到资金流入并且带动上涨的效果因为你可以思考只有在熊市底部，就在市场上的人呢，他们才会去持有，或者说优先考虑持有比特币如果你现在才加入市场，我相信你的首选几乎就不是比特币，你有可能去买以太坊，你有可能去买山寨币，那么这个时候资金才会获得轮动。那么越往后呢，比如说比特币已经创造了非常棒的涨幅了，行情已经有限了，以太坊也有限了，那么到了牛市的越后期呢，那么大家就会往风险越高的山寨币去走，甚至是往小市值的山寨币去走，这个就是牛市后期的表现由于比特币和以太坊等等的币种呢，都已经产生了很好的回报了，那这就是散户的表现所以我们到了牛市越后期，散户越多，越可以增强资金的轮动，因为只有散户会产生如此资金的轮动那么到了牛市后期呢，以太坊和山寨币的机会也就会越大。那这些风险呢，也就是前面一段时间以太坊和山寨币会表现比较弱势的风险呢，我们在当时买入的时候就应该要知道了。那如果前面一段时间已经撑过了，最后面的上涨的强势如果没有吃到，就非常可惜前面比较弱势的时间大家已经苦尽了，但如果没有撑到最后，那我们就等不到苦尽甘来的时机点了。那么最后呢，我们可以观察以太坊在2017年牛市的时候，其实涨幅都是集中在非常末尾的最后一年绝大多数的涨幅都是集中在最后一年因为在最后一年有大量的散户涌入，当大家认为比特币的回报率有限的时候，资金就疯狂涌入到以太坊那么在我们这轮牛市呢，这种现象还不是很激烈。那如果这种现象很激烈的时候，以太坊就可以获得很多的资金流入，就可以有很不错的上涨那我们现在呢，你可以观察和当时17年的情况也是有相似的。我也认为我们到了牛市后期呢，以太坊它也会产生相对应在这轮牛市的表现好，非常感谢各位，非常欢迎大家可以帮我的影片点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真的非常非常感谢各位，拜拜。